这是 TikTok 上最近风靡的一支视频，不对，是一系列视频。上世纪90年代的 T 台秀又被 TikTok 的算法频频推荐上了流量高峰。你是不是想说，为什么现在都2023年了，大家还在沉迷于90年代呢？有人说是因为众神时代的超模太美了，他们活色生香，摇曳身姿，神采飞扬，能量爆棚。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的美反映了90年代的底层精神。今天我们就通过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3场时装秀，以及一个直到今天还爆火的产品设计，来说说今天让我们如此怀旧的到底是90年代的什么。第一场秀是 Alexander McQueen 1999春夏秀场。这场秀的最后一幕早就已经收入了时尚圈经典名场面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秀的幕后面对了多大的挑战。The robots again, oh my god. We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gonna forget the idea. But then, the night before the show, the robot did turn up. And we didn't have a dress to go with the robot. I went back to the studio and it's like, guys, we need to make a dress for the finale. 当超模 Shalon Hollow 开始转圈时，全场观众的期待已经到达了顶点。然而下一幕的出现依旧震撼了所有人。Tha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blown away by my own show. That man and machine thing at the end is, I'm still in shock really. That's the first time I cried at my show, so... Yeah. 这场秀至今我每次看都依旧会掉鸡皮疙瘩。在之后的时尚圈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 Alexander McQueen。90年代第二场让人惊掉下巴的秀是品牌 Thierry Mugler 的20周年庆典。如果你觉得这个品牌今天很 drama 的话，那你是没见过它30年前的秀，简直不能说是走秀，而是一台大型古装舞台剧啊！全场呈现了300多套衣服，drama 的服装造型，浮夸的台步，尬出天际的热舞，可以说这场秀把 extravagance 做到了极致。如果说 McQueen 的秀呈现了90年代对未来科技的痴迷， Mugler 的秀展现了90年代对于极致的追求，那么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的1997春夏系列则是展现了那个年代对于主流审美的反抗。当这个系列第一次呈现在公司内部员工面前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川久保玲回忆说，当时我请他们好歹说句话，我感到十分孤独。即便如此，他还是不顾劝阻向公众呈现了这个系列。这些用填充物隆起身体各个部位的诡异裙装果然把观众们都吓坏了。媒体们称这些衣服是肿瘤装，模特们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而实际上川久保玲是想用这样一个系列来打破时尚是用来美化身体的限制。今天你很难再在 T 台上看到这样一场不顾媒体和商业的负面影响，一意孤行地实现设计师的艺术想法的时装秀了。90年代的这种疯狂、激进、反叛、颠覆，不仅体现在时尚领域，包括音乐、影视、媒体、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在鼓吹个性张扬和惊世骇俗。1990年，麦当娜举办了她的传奇演唱会 Blonde Ambition， Jean-Paul Gaultier 为她设计的锥形胸衣成为舞台上的造型经典。1995年 MTV 推出了 MTV Asia， 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24小时滚动播放的全音乐电视台。1998年，苹果推出了革命性的个人电脑 iMac， 全新的用户友好操作系统惊艳了全世界。1999年，说唱歌手 Eminem 发布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The Slim Shady LP， 成为年度最热卖专辑之一，标志的嘻哈乐全面进入了大众文化。而90年代嘻哈音乐和街头文化的崛起，也催生了另一个跨时代的经典设计。今天潮人几乎人脚一双的 Nike Air Max， 正是在90年代火起来的。它完美踩中了当时追求个性和颠覆的时代精神。这双鞋的灵感来自一个今天看起来很理所当然，但在当时那个时代足够让人惊掉下巴的想法——可视气垫。你可能想说了，可视气垫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要知道，在这之前，气垫这种提供缓震功能的实用装备可都是藏在鞋子里面的呀。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款鞋的设计师 Tinker Hatfield 疯了。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the hell are these? You can look through that shoe? You could see the air. People started freaking out. Nike thought that Tinker was out of his damn mind. It was like a hole in the shoe. Because you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how you were going to wear these shoes and those bubbles weren't going to pop. 而正是这个踩不破的泡泡，成了接下来横跨30多年的潮流符号。好啦，最后我想说，我们并不是想要一味的怀旧，就像法国哲学家加缪所说，每一场叛逆其实都在表达对过去那种纯真的追忆，以及对抵达存在本质的渴望。用白话说，我觉得每个人的存在本质就是表达自己。90年代之所以有让我们今天看来极其羡慕的反叛颠覆、个性极度张扬的景观，也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年轻人面对未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通过嘻哈、摇滚、街头文化来表达他们挑战权威、颠覆主流的声音。话说回来，每个年代的年轻人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用的方式以及激烈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怀旧给我们带来的其实是一种和过去那种张扬个性、不向现实妥协的反叛精神重新连接的兴奋感。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